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却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。在开始之前，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一个重要的共识，那就是我们无法预测未来。但这恰恰引出了一个投资上的悖论。既然我们都知道未来不可预测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费尽心思的去分析一家公司，挑选所谓的好股票？从逻辑上来讲，未来既然是未知数，那是不是随便买一只股票，靠运气博收益反而更合理？这正是本期视频的核心。我要带你拆解几个关于股票分析的常见误区，而这些误区可能一直在悄悄影响着你的投资判断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将能真正回答一个本质问题，那就是投资分析究竟是一场认知的提升，还是一场骗局？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做几个小游戏。现在屏幕上是两只股票的历史走势图，时间跨度是从2018年到2022年。你可以看到两条线的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前期高速上涨，随后急剧回调，最后都整理出了一个典型的倒三角形态。它们的走势看起来非常相似，但是如果你只能选一只股票来投资，我想问的是你会选哪一只呢？给你3秒钟的时间作答。3、2、1，好，希望现在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刚才的那张图中，其实我特意隐藏了公司的名称，现在谜底揭晓。绿色这条线是英伟达，紫色这条线是洛库。你还记得自己刚才选了哪一只股票吗？此刻你有没有想改变主意的冲动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接下来的走势。两家公司都曾经经历过剧烈的回调，但是从2022年之后，英伟达彻底起飞，直冲云霄，而洛库呢，一蹶不振，股价始终没有恢复元气。那我的问题来了，如果让你回到2022年，你能够坚定的预测英伟达后来的腾飞吗？可能有的观众会说，我当然会选择英伟达，毕竟芯片是未来的大基建，这还用想。好，那让我们再来看另一只股票。这张图是这个股票从2000年到2015年的股价走势，最高点出现在2005年，之后一路下滑，整整10年没有任何起色。股价从最高点的30美元跌到不到3美元，暴跌90%，一度濒临退市。那你觉得这只股票还能翻身吗？如果现在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回到2015年，你敢不敢 all in 这只股票呢？那这只股票是谁呢？它是 AI 时代的另一位强者 AMD。2016年之后，它扶摇直上，从3美元左右的低谷一路狂飙到历史最高点207美元，接近70倍的涨幅。现在回头看，你感觉如何？你可能会说你是一位价值投资者，不依靠股票的历史表现做出判断。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另一家公司的基本面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你在2009年看到这家公司最新发布的财报数据是这样子的：营收同比下降14%，净利润同比下降18%，每股收益同比下降17%。同时，外部环境还在经历着金融危机，公司的业务全面收缩，市场极度悲观。你会怎么想？你敢入手这家公司吗？而实际上，那时候整个市场对这家公司都是一片唱衰，没有人愿意碰它，连主流媒体都在说一个时代可能就要落幕了。这样一家基本面低迷的公司，它的股价表现又如何？让我们来看看它从2000年到2012年的走势。整整12年的时间里，股价几乎横盘不动，原地反复震荡，来回拉扯。对投资者来说，12年零增长，既没有回报，也没有希望。放在今天，你愿意死守这样一家公司吗？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谁呢？微软在经历了12年横盘的沉寂之后，它的股价从20美元一路狂飙到500美元。但是在10年前，谁会相信这样一个创新停滞的老牌巨头，竟然会在10年后重新引领科技浪潮呢？所以说到这里，我想请你再重新思考一下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：你真的能够预测未来股价吗？其实别说是股市了，你连下一个给你发消息的人是谁都未必能猜得中。不同的是，我们在生活中早就习惯并且接纳了这种不可预测性，但是一旦走进股市，很多投资者却变得盲目自信起来，认为自己可以预测未来的利率、股价的拐点，甚至还有明天大盘的涨跌。但残酷的现实是，没有人可以稳定预测未来，哪怕是华尔街最顶尖的分析师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无法预测未来，为什么我们每天还在分析股票、研究公司？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必须更正一个你认知上可能存在的误区：分析公司其实不等同于预测股价。预测股价是在试图预测未来，这不仅困难，而且没有人可以做到。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分析公司本身，关注这家公司是不是一家好公司，它的业务有没有成长性，它的产品有没有解决顾客的痛点。而这些问题要远远比预测股价靠谱得多，也容易得多。回到刚才微软的例子，从2014年开始，它重仓投入云计算，
谁在那个时间点看懂了云计算的价值，谁就能够在低位布局，享受股价攀升所带来的回报。所以在分析一只股票的时候，我们关注的是公司本身，是公司的业务，而不是它的股票价格。股价最终将会反映出它的价值，而我们只需要在价值兑现之前耐心等待。回到以前我们视频中分析过的一只股票 Coinbase，在你分析的过程中，如果你问的问题是 Coinbase 明年会涨还是会跌，那么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如果你问的是 Coinbase 靠什么赚钱，有没有护城河，有没有估值泡沫，那么这些问题就要容易回答得多，而这才是我们分析公司时应该关注的本质问题。其实巴菲特早就讲透了这个逻辑，他曾经说过，我不知道明天的市场是涨是跌，但是我知道我买的是一门好生意。这就是我想带你修正的第一个投资认知上的误区。分析公司并不是为了预测它的股价，而是为了判断这是不是一门值得拥有的好生意。而当你真正读懂了一家公司的业务之后，你自然就能判断这家公司的股票值不值得买入。我想帮你建立的第二个重要认知是，长期趋势并不等同于短期走势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在2021年坚定地相信 AI 是未来的主线，你认真研究过英伟达，也发现 AMD 是市场上唯一一家可能挑战英伟达的玩家，于是你做了很多功课，做了估值研究，也做了资产配置，你在$150的时候重仓了 AMD， 结果呢，1年之后股价跌到了$55，所以你开始怀疑人生，怀疑是不是自己当初的判断出了问题，是不是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做价值投资。但后来呢， AI 时代真的来了，到了2024年3月， AMD 股价冲上了历史最高点$207，那时候你还记得自己当初的判断吗？没错，你其实判断对了大趋势，只是没有猜中它起飞的时间点而已。这就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，长期趋势并不等同于短期走势，前途永远是光明的，但是道路往往是曲折的。很多投资者总是幻想踩中那个最漂亮的起飞点，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所以当我们在分析一个公司的时候，与其问 AI 什么时候起飞，不如问 AI 会不会起飞。事实上，判断大的趋势往往要比预测什么时候兑现更靠谱也更可控。同时你也必须要意识到，即使你的长期判断是正确的，但是在短期内市场的走势往往事与愿违，它总是要么提前兑现，要么姗姗来迟。所以投资从来不是靠你踩中那个完美的时间点，而是靠你看清楚大的前进方向，然后耐心等待它兑现的那一天。最终我要指出第三点，虽然股价会趋近于价值，但是往往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你需要极其的耐心。很多投资者认为，只要他找到了一个被低估的好公司，市场就会立刻认同它，股价就会马上起飞。但事实往往是，市场可以极度的非理性，并且行动可能极其的缓慢，甚至几年都不看你一眼。所以就算你的方向看对了，估值踩准了，你也必须做好心理准备，你可能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冷处理期。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经典的故事，荷兰郁金香泡沫。今天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，从1634年开始，郁金香的价格一路飞涨，一直到1637年这场泡沫才破裂，整整3年的时间，市场彻底疯狂。最讽刺的是，在这3年里，只要你去问任何一个种植郁金香的农民，他都会告诉你这玩意儿压根儿不值钱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这个荒诞的泡沫还是撑了3年才崩盘。这说明什么？市场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理性聪明。它可以完全忽视价值，违背常识，并且陷入集体狂热，让看得清的人被长期的误解和孤立。所以，投资中真正的挑战不是你能不能看清楚真相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被市场嘲笑的日子里咬牙坚持下去，熬到认知兑现的那一刻。最后，我想说的一个特别容易被误解的认知是，很多人以为公司的内在价值就像考试的标准答案，是一个客观而固定的数字，但真相是，价值从来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理，而是主观的判断。比如说，今天苹果的股价是$200，你会看到有人在买，也有人在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价值真的是固定的、统一的，那么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买入，而又有人选择卖出呢？答案其实非常简单，买入的人认为苹果的内在价值大于$200，而卖出的人则认为苹果的内在价值小于$200。在交易的那一瞬间，买卖双方都觉得自己才是赚到的那一个。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，同一个价格背后站着的却是2套完全不同的认知和估值体系。而且更别忘了，就连你自己对同一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的判断，也会随着信息的更新、逻辑的变化而不断修正。认知在变，逻辑在变，结论当然也会跟着改变。所以我们在分析公司价值的时候，
不是为了找到一个标准答案，而是在此时此刻基于我们现有的认知，构建一个尽可能闭环的判断，然后带着不确定性去下注，并且祈祷我们的判断是对的。这就是投资的本质，不是寻找真理，而是接受不确定性，并且在有限的认知内做出最优解。所以，投资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认知是，公司的价值不是客观的真理，而是主观的判断。你怎么看一家公司，它在你心里就值多少钱。投资的本质就是为认知买单，每一次买入是对自己认知的一次下注，而每一次卖出是对信念的一次修正。价格只是结果，认知才是起点，而你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认知变现的回报。说了这么多，最后让我们一起回到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：既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，那么分析公司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相信现在的你已经有了答案。分析公司从来不是为了预测明天的股价，而是为了看清这家公司是不是一门值得你下注的好生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不断修正认知，提升判断力。我们无法控制市场的涨跌，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认知的质量，让每一次下注都更加接近真相。因为市场短期内可能会嘲笑你，但是长期它一定会兑现你正确的认知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在投资的路上也曾有过类似的思考，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分享你的故事和感悟，我会认真阅读每一条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类节目，也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支持是对我创作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